他们说每次跟他开完会，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笨的人。所以就像你讲的，好东西哈，我觉得是好东西，吃都要给我吃下去。会不会有可能别人喂他们还愿意吃？对。美乐蒂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蒂家庭。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家，换一个角度，大家喜欢吗？今天我就想说，我们从一个更个人的角度来谈今天的话题，也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做的新事，叫 School。But before we get into that， 其实我们最近我跟爸爸特别啦，就是我们有一些的磨合跟冲突，然后妈妈 as always 就是扮演这个和平的角色，使我们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必得见神，必得见神。那为什么我跟爸爸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冲突？其实我觉得在个性上也是有不一样，我觉得也就是神赐给我们两个的恩赐不一样。爸爸是 a very strong forward thinker， 就是他是非常喜欢去学新的东西，然后他是个 pioneer。adventure， 他非常喜欢去尝试新的，然后他一旦有什么新的，他就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去学。所以今天为什么刚刚爸爸打呵欠很累？好大一口，你看他。不，因为你今天又很早起来了嘛 ，right？ 你今天几点起来？每天都4、5点起来。4、5点 ，and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wake up? I wish I can say 我有读经祷告，不过。But I think the next best thing is you're there learning something new, right? 你在那里一直在学，你现在在新的一些科技啊 AI 啊 So excited. He's so excited. 爸爸真的就是这种人，就是他一旦抓到什么让他很有兴趣，很想要学新的东西，他就会不是熬夜，但他就会愿意很晚睡觉，很早起来，就是一直去学，一直去学。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是读圣经都可以读到半夜1、2点钟，我记得。然后后来就1年后就去念神学院了，呀。所以其实我想是个性吧，我不会是因为要赚钱或者公司的事情，我会为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想这个就是童心未泯吧。I have a child heart. Yeah. You do. I love to play. I want to have fun.That's good. 我就觉得你有抓到这个 fun 的这个点，然后你就可以做得很长久。I think the problem is 你觉得很 fun 的东西，不见得人家就会觉得很 fun. And this has been the challenge. I think 自从我回来台湾这几个礼拜 is 爸爸 is like 我一定要教你怎么用这个，我一定要教你怎么用这个 Claude 这个 AI 这个我要教你，我要装在你的电脑上。And it's good. 我觉得 it kind of did push me out of my box a little bit. 但说实话 I don't think it's as fun as you do. 所以这就常常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冲突。那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最近在尝试一个新的平台叫 School。And School 我们就想说是可以成为美乐蒂家庭 Melody Family 的一个线上社群。那这个 School 呢，是因为爸爸先找到的。他在找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做他的互惠经济、天国经济的一个社群。And then 他就找到这个 School， 然后他一找完他就用，他就很快就推到他的粉丝圈里面。然后他马上就说 ：“Melody， 我们美乐蒂家庭一定也要做这个，赶快推！” And I'm like, "Oh my god！" 就我真的不是那么像爸爸这种会很快想要去尝试新的东西。You know why？ 因为 as a music producer。连我电脑跟手机，我很少换 OS， 很少更新我的 operating system。为什么 ？Because as a producer, I know 我的 software 不见得会跟上，所以如果我不小心更新了，我的旧的可能就不能用了。And then that's you know, I can't produce anything. So for me, I would rather just stay.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That's my motto. 所以我从很久，我就是不太喜欢学新的东西，我不太喜欢去更新，我就觉得 if it works, it works。然后很多的年轻人也会问我 Melody， 你是买什么样的器材？你是怎么制作你的音乐？我就说 You know, I started really simple， 但是你要学会用你拥有的，学到透。
然后你再更新。如果你还不愿意学到透透，你就一直跟，其实你不会学到任何。So for me, it's like 我不会觉得一定要是最好的、最新的，我都会觉得说最基本的能够用到好就好。So this sometimes 真的是我们的一个 point of contention。那 anyway， 最近爸爸还是说服了我，我们就尝试了这个新的 school，and 我觉得是不错，因为我们是希望可以有更多各式各样的一些资源在这个社群里面，包括以后会有一些线上课程。但是在先讲到这个点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共鸣，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团契里面，常常就是有这种不一样的个性，都是好的。But it can be really difficult sometimes。就是爸爸，你会觉得，其实我们上一集也是聊到这个，你就说什么那个 Confucius 有讲过，那个叫做 OK， 孔老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Yeah。就是说你不喜欢的东西，那你也不要就给别人这样。是。那有的人就把它反过来说，哦，那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哈。那就是说我喜欢什么，我就告诉大家，你们都要来用，都要来用啊。Yeah。但是耶稣讲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耶稣讲的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Right。这个真的以前没有想过还有第三种那我们圣经上是讲这个叫 Golden Rule 黄金法则呀。And it was funny because 上一集的时候，我觉得你没有想到，你其实也有这样子推在我身上。Because you were thinking about in the bigger picture, like 可能有父母亲有企业想要传承给孩子。But 爸爸 you do sometimes do that too. You're like 我学到什么新的，你一定要学 Melody， 你一定要学。我觉得也不是不好，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拿捏，因为的确我相信我们上一代会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学到嘛，可以传承到好的东西嘛，可以愿意去学去怎么。妈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 sometimes 真的很不容易。For me it's like hard because 我也是想很多，我是想很多的人 ，maybe 我想太多了，所以这次爸爸常常跟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去 try。I don't know. Yeah， 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9型人格哈。我想要再稍微讲一下哈。我觉得爸爸他这种3型的性格哈，其实他会很想把他的东西告诉你，好，他很热情的想要推荐他所知道的东西。但是我觉得3型人呢，也有一个性格，我觉得我们不要忽略。就是潜在到他想要推的那个性格的背后，其实也蛮能够放手的。就是说，这个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但他一看到你如果真的没有很积极、很愿意，其实他也很快就走了，因为他又要去做他更新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了解。反正我觉得你这样讲，我觉得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 fair？ Is what you're saying like 他讲的不认真吗？就是 like 即使他给的意见我不用那么认真的去听，是不是这意思？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味道。我想是这样了哈。我觉得我是给你建议，对，但是呢 you take it so serious， 你觉得我给你的是命令， okay？ 对，所以呢我们就会造成这样的一种冲突。我就觉得说我不过就是给你建议而已嘛，你不听就算了嘛。可是你就变得好 serious， 就是说你好像没有达到我要你做的，你就会觉得，也许就是说你会觉得你不够好或者怎么样，所以你就会让你自己很受压。但我要说爸爸的这种气场，我刚刚要用这气场，就3型人的那种大的这种气场，大的这个气派，其实的确是给人很大的压力，但他其实不知道。Okay。我就说我们彼此还是要了解一下，这性格本身里面还有一些潜在的东西。像我跟他结婚39年了哈，今年哈，我常常其实被他的这个大的气场哈，我有时候当场我都会吓呆，我想说，你干嘛这样说？你干嘛弄得那么大？又没有这么，你一定要为什么要把它处理的这么变成很 serious？很就是让人家很像这个，以前有人讲过，像一盘好菜，但是吃不下去，上面都是辣椒，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个描述实在太贴切了，就是真的是一盘好菜，他要满心的想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想要满心的去帮助别人，但是真的他那个气场啊，跟他的那个说话的那个急躁啊，变成一盘的辣椒，就反而让人家觉得哎呦好难吃哦，不知道怎么吃了，也很想吃，但吃了有点会肚子痛。那我结婚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在这个里面感觉到这个压力，我自己感觉到压力，别人也感觉到压力。但是爸爸呢，其实他不觉得，因为他的里面其实是一心的想要为你好，一心的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大家都要得着。好，所以我要说一下，这个可能我们都得要调整。就像刚刚爸爸讲了，圣经上面怎么讲，就你怎么对待别人，人家怎么对待你。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是那个态度，跟那个心情。好，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东西很包装的很好，去给人家，上几集也有讲到这个 sophisticate。这个字就是其实你要让它很愉悦，让人家觉得吃下去很快乐，或者说甚至不知不觉的我就已经吃了一大碗。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一种我们都必须要学习的艺术吧。就像妈妈说，就是有时候爸爸或者像爸爸说，有时候你给的一些意见，你其实不是期待我会那么认真的去听，你只是在建议，但是你可能不知不觉你的气场也是很大，你给人家的感觉其实就是在，如果你不听我的建议，你就是一个被 push 了。Yeah, like 你不听我的，我就是还是会不开心啊。Like that's kind of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这样，你也不是那么的轻松的在推你想要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 question I guess is twofold， 一个是关于你，一个是关于我自己啦。Like for me， 为什么我这么的容易 take everything very personally? A lot of things are very high stakes for me. 所以人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很 serious。I don't try to be. 有时候我觉得我也可以是很不 serious， 但是的确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那我也在想，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我从小，就讲到我跟我弟弟好了，因为我们家就是有2个孩子，一个是非常不 serious 的嘛。所以另外一个就一定就是要比较 serious， like I feel like 一个 family 里面就是要有 yin and yang， 就是要有 balance。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是 homeschool， 所以常常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一些聚会，然后孩子就要在旁边，那是谁管弟弟呢？就是姐姐呀。然后弟弟都不听我的，他超皮的，超级皮的。我就是像一个妈妈一样在管教我弟弟。I'm like, please sit down, do your homework. I'm like, I had to be that person. 所以我对什么事情在任何环境，他可以非常不 serious. He could take it so not serious because 责任不在他身上，永远都在我身上。I think that's where it started. So, and everything that I do it very seriously. Because 永远那个责任就在我。如果今天我弟弟不乖，那是谁？他们看谁是看我啊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这个责任还是在我身上啊。Anyway, I think that's where it comes from for me.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觉得。那我也不知道爸爸在你这方面，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你会觉得你有什么好的，你一定要分享给人家，然后你那种气场或者你那种期待，其实你跟我一样，你也不是那么的轻松啦。我们都是比较极端的，我们都比较 intense。我自己观察我觉得这还是家族性的啦。像我们回来，我们跟婆婆一起相处，国瑞的妈妈我也发现我婆婆也是很有气场的人。她不管走到哪里，她真的就是一个领袖。她不管走到哪里，她说话都是还蛮有一些权柄的。我们虽然她真的也是现在年纪大了，真的越来越慈爱越来越和平但是你还是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位80几岁的老太太就是一个领袖。她讲出来的话，有时候在我们当中，她都还是就是一定要你要听她的。And the funny thing is， 她也不会觉得她是这样 ，right？ 常常她都会觉得说，我就只是很开开心心 ，but actually 她给人家压力是很大的。And it's like she's so unaware. It's like, you know, 所以我们都是
传承嘛，我们一代一代，这个真的是有影响的，对。I don't know， 爸爸，你有没有意识到？你会不会意识到你是这样子给人家的感觉？还是你觉得？我要说这也不是好跟坏，我觉得神创造我们还真的就是不一样，是很独特的。不晓得这个是算不算骄傲了哈？somehow我会觉得说我看得蛮清楚的，如果你不听我的，你就会吃亏，你就会吃亏。不听我话的，那好，那你不听，那你就自己去走那个会挫折的路，但是 yeah， 所以的确你也不是那么的轻松啊。对呀，所以其实你也是在。所以我刚刚就讲嘛，这是不是一种骄傲？我想可能也是了哈。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也是我这一生的经历，就是说很多时候我看到，我有时候跟人家讲一次、讲2次，然后他不听，有的时候是不是他个人受苦，有时候我也要跟着受苦，就是他们的错误或者他们的那个。我要跟着 suffer， 但是怎么办？那我到底要不要坚持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是这样嘛，不敢讲说啊，因为我不会像说有些人讲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啊，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啊，好像用这种方法。但是我里面还是有一点感觉，就是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有这种感觉啦，我自己啦哈。也许我老了啦，也许怎么样了，但是。也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的性格就会觉得想要，我想任何人都一样吧。当你提的意见没有被人接受的时候，我们人都是会失望吧，不是吗？ Yeah， 我在这里也不会说爸爸给的意见都不好。I'm not gonna say that because 爸爸 you are a smart person， and 我觉得你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我想我要说的也是我自己要学的，就是你怎么说这件事情，其实占的比例可能还比内容更多。Like, and I'm learning this too。就像 for example， 你跟妈妈好了，你们 you both have a lot of wisdom, a lot of things you wanna teach me, right？ 但是 for some reason, sometimes it is easier for me to 听妈妈的。She's just, you know， 因为她就是会。他会 you know 用笑的或者用建议的，然后很轻松，然后或者你要不要也 OK，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I think I do， 我应该是要，所以他会给我舞台下 you know， 这个我们也是常常讲，你要给人家舞台下，但是 with you 爸爸，你就会觉得说你不听我，你就是个笨子。那我在这里我就不能说我不听，但是我要听，我就是好像是我也是个笨子，因为我只会听 you know， 我也不喜欢觉得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今天我希望是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跟你我就好像没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主意，跟你我只能是听你的，但是跟妈妈我就可以觉得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是她的五官 OK，this is her magic power， 她会让你觉得是你自己想要做的，其实是她在旁边一直在摸到她要的结果，其实你都不 you know what I mean， 但是我爸爸你会觉得说就是我这个的结果 and then 你不听，那你就是 you know 你自己吃亏了。但是 I think what we both lack is that magic tool of persuasion, I don't know, or that smile， 就是让人家有这个 credit， 然后你可以给不给然后用吸引的方式，而不是用推的或者用强逼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就必须要给 credit 给妈妈了啊，要 honor 她哈。那我听过曾经有一个记者啊，我就讲个故事了哈。有一个记者，那个时候在英国有2个人要竞选啊，然后呢2个人都非常优秀，然后这个记者就去采访这2个人，后来人家就问他们说，你觉得这2个人谁比较好？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第一个人啊，我跟他谈完话以后他让我感觉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啊，然后可是我跟第2个人谈完话以后他让我感觉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因为呢，事实上第2个人他就是会引导你，让你去说出一些他想要你讲的话，可是他会给你 credit 说你太棒了，你讲的就是最好的，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他不会把那个 credit 揽到自己。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的问题吧哈。You want the credit. You always want the credit. I Yes, always with this. 你这个是上面写什么？我说那个金牌。那是妈妈的上面啊，微微啊It's literally been
every single day。然后你还说我从来没有给你买过礼物，我下一次要说这个不是你给他的，这不是你给我的。哎呦，那是谁给的 Oh my god！ 那是谁给的？我妈。哦，I always want the credit 好呀，所以这个就是我需要跟妈妈学的，所以比较起来她是更優秀，她会让别人都觉得自己是很棒的，啊，我都会让人家觉得，我跟你讲我以前在教会，我帮教会做了一套系统，一套那个ERP 哈，帮做教会管理系统，这是20 years ago， 那时候我刚刚全职的时候，那我做出来，我跟你讲，我觉得那个是给教会，会帮助教会，而且不只是给我们教会，还可以给众教会，会可以帮助很多很多教会啊，怎么样做这个新人报道啊、跟进系统啊、培训啊、什么什么哈、小组啊，这样我就哇，这个，而且我做出来我可以免费送给大家，你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是好兴奋，我每天做到也是半夜这样子哈。爸爸真的是先锋，我就很兴奋 ，OK。然后我就在教会说，哦，我做出来，你们大家要用啊，怎么样用啊？结果叫大家不要用，大家不要用。我说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好的东西不要用？后来他们就跑去跟姜牧师打报告。姜牧师为什么每次跟这个国瑞传道，那时候我还是传道嘛，也还不是传道，那时候只是全时间追求全时间追求。他们说每次跟他开完会，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笨的人。所以就像你讲的，好东西哈。我觉得是好东西 ，You have to 吃都要给我吃下去呀。会不会有可能别人喂他们还愿意吃？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需要一个像妈妈这样的人，但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急躁呀，急躁。When I see something I think it's good for you， 就是 you have to take it。那这个就可能就是问题，所以你想讲那种引导式的啊，这种东西，那很可能是真的是智慧，那是真正的智慧。我这种可能叫做小聪明，你的那个叫做大智慧。大智慧，其实 Jordan Peterson 也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讲到他。We talk about winning games or 成功，怎么叫做成功？就是其实生命是像一个游戏一样，但它不是一个游戏，它是很多很多游戏的一个系列，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成功，你要能够赢很多很多游戏的系列。So how do you do that? Is by being a good player and by having other people want to play with you. 因为如果你只很会玩一个游戏 okay, like let's say you take one game, you take it very seriously, and 我怎么样我就一定要赢，即使我要 cheat,I will win. 即使我要 be an annoying player, you know, you don't like me on your team, but I don't care. I'm going to win. So you win. Okay, you win one game. But guess what? Nobody wants to play with you anymore. Not you still lose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life is a series of games. 生命是一个游戏，好多系列的游戏。所以你赢一个游戏不怎么样，因为你要让人家要继续跟你想玩。所以这才是你能够成功的方式，是让人家想跟你玩游戏。我就觉得有时候我跟爸爸比较是那种，就会看什么事情有一点 bubble 啦，就是我们会觉得说 we kind of tune out the bigger game。更大的游戏其实是关系啦，其实妈妈 always 就说关系比较重要，因为这真的是人生最大的游戏是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个会保证我们能够继续玩下去。但如果我们关系搞得不好，即使我们赢了一个游戏，我们赢了这一次的一个环节，我们今天讲过了别人一次 or something, we got our way one time, but guess what? 下次没有人想再跟你继续来往了，那你at the end也还是输掉了。我觉得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经历的确会塑造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人家看见的外表，以为看见的。但我是这样子看的哈，因为我从小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常常讲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觉得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好，所以我看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是我不是那种一下子我就会 get it， 然后我一下子我就可以冲上去，我一下子就说哦是我it's my time， 我就不是这样子的嘛。好，所以很多东西我是因为观察，我是因为慢慢的去学习然后到现在。
但我真的觉得爸爸的从小到大的经历，他的确是一个聪明的人。好，他是一个聪明的人，那从小到大呢，也真的被家里惯坏了。好，他要什么，然后家里就给，或他不要，常常听爸爸讲，这个家里没有办法给他，他就撒赖。反正就是说他的性格里面就他有机会 get away。好，那所以圣经里面讲少年负恶原是好的。我以前没有办法真的很了解。我现在有时候从教育的角度，或从父母亲的角度，有的时候看到现在的父母亲的教育，现代很多父母亲教育都没有办法让孩子吃苦啊。孩子要什么马上就满足他，不然孩子就撒赖，反正他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那我觉得像看到这种的一个管教的一个态度，我都觉得这个孩子将来长大真的是要受苦，因为他不明白他怎么样从困苦的当中去体会别人，从人家还没有办法了解的当中，他可以有一个同理。所以我也要说了，这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啊，是常常非常非常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 Melody 我也是要跟你说，因为常常听你讲到就是说好像责任都是在我，责任都是在我。好，那我觉得你现在也已经长大了，我觉得你就要学习要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什么 responsibility？ 就是你的生命要开始要因着你自己的改变，因着你认识神，认识了这么多宝贵爱你的人，然后你就要开始学习更多的 relax， 更多的安息。你不是需要负所有责任，你不需要自己要打拼，真的是不需要，要常常学习去依靠神的恩典。那在讲话的当中也要有更多的恩慈跟同理。像我觉得爸爸如果说你明白爸爸是这样，那爸爸在很急的很 eager 的要去教你的时候，你也许就可以拍拍爸爸，爸爸不要那么急，我听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啦。好，然后让他一下子，因为爸爸其实也是学习力很强，像我有时候我就会真的要跟他讲，我听到了，爸爸跟我说你听，就是我们这个东西都要互相给他一点肯定，给他一点肯定，让他也知道他怎么样赶快的再调整一下，因为这个过往那么多年67年呢的一个经历，他可不可以再晃一晃，再回到一个他已经改变的状况。对 Yeah， 谢谢妈妈。I think 这也就让我可以分享到下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 school and also 信心。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新的平台，我觉得也是需要很大的信心，也是个信心的考验。因为就是个完全新的一个平台。那首先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 school？ 因为它就是一个系统，它也是个 app， 你可以下载在你手机上，它也是个网站。然后在那里有社群的一个架构，让我们可以更多彼此认识啊。它也有课程，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卖课程，或者固定的一些面对面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些线上的 Zoom 来认识大家。因为在 YouTube 上面其实主要就是 one way 嘛 ，You know I release the videos, you guys watch it and you comment。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然后我也不知道留言的人是谁。但是在这个线上社群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更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we know like, oh, this is a real person, you know, and 这是你们是有真正的一些收获，或者你们真正的一些意见或者的提问。 and then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让你们彼此也有一个连接。因为我就记得那一次在纽约我们办了一个粉丝会，为什么？因为就有一个我线上的一个粉丝 message 我，他说Melody， 我发现你在纽约，你要不要来办一个粉丝会？是他建议给我，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也会很酷，让我们你的粉丝也彼此认识。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你们的频道，可能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You know， 就是 who are our fans, maybe you guys have a lot in common, maybe you guys would be good friends too。 然后你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社群彼此认识，然后在 school 上面还甚至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你们在哪里，这样。It's not like that detail, so don't worry, you're not going to give away your information。 但就是可以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些国家有哪里的粉丝啊，怎么样，然后
就更多彼此认识，然后主要也是希望可以开一些课程是更有价值的，不是只是免费放在 YouTube 上，但是甚至可以带给你们有更多的一些学习，然后我们也可以得到帮助跟支持这样子。So that's why I decided to start this Zoom， 也是谢谢爸爸的鼓励。It did take me a long time， 花我很多时间跨这一步。真的跨这一步。爸爸开始他的 school 天国经济的 school 的时候，就像你说，你只花了3天，你3天你就觉得这很好，你就直接就推给你的 group 了。我不是，我花了2个礼拜或者2-3个礼拜。但 actually 这个想法要做一个线上社群的想法，我已经有了好久了。maybe a month or 2 months. Even when I was in LA， 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的。所以其实你提出 school 的时候，我就觉得 it's 不错，但是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它，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 wrap my mind around it。那我觉得一个原因是信心吧。那我们刚刚前半段我们都在讲个性，然后个性也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回到更属灵的这个领域里面。信心真的是一个也是很难的一个功课我必须要给爸爸很多 credit， 我觉得他是个信心大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信心小的人。我觉得我最近在读这个雅各书1章，它里面就讲一句话，我觉得就很 convey 我，抓住我的心，就是说你们这种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 Yeah，And I was like 心怀二意 like double-minded that's me， 就是我常常就会说，因为他就说如果你缺乏智慧，你就向神祷告，他就会赐给你 Without reproach he will give you what you want. However, do not have any doubt. If you have any doubt, you're double-minded and God will not give you. I'm like就是我常常也会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有智慧啊，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我常常心里面就觉得说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我做这个没有人会想要加入的。It's a new platform, it's a new this, it's a new that. 怎么会有人会愿意 ？But actually 这几周我们开放之后，是有很多人愿意过来的嘛。And I'm hoping more people. But in my head, I'm like, it's just not gonna work.And I'm just like 我真的是心怀二意 Yeah I don't know 在这方面我就请求牧师身份的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给我的一些帮助。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觉得 School 这个平台不错了哈。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在 YouTube 上面，像我们有一些比较 personal 家庭的对话，有些人很想回应，他很有想法，而且甚至想要跟我们互动，可是他在 YouTube 上面写了好多东西是 exposed to the whole world。 对他们来讲就是说我也不想要写给大家看我有没有一个什么地方是我可以比较 private 的一个 group， 而且说不定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群人可能我们都有共同的价值想法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可以互动的那其实我也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过有人写的，然后别人就回了，还有人谩骂的，乱讲的，就是说你这个胡说八道什么什么那我看了也很难过那我想说这个人是谁，就会看那名字，他也不是用真名，用假名在骂你，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所以你知道我自己，至少我的 School 的平台是怎么样？我说每一个人都要用真名，那我也要求他们用真正的照片放上去。那不过像我做天国经济院，有很多在中国大陆很多在做中东宣教的人，他说不方便了。我说that's okay， 如果你真的是不方便的，那我就允许你。但是有一点很特别任何人想要进入我的 School I need to approve you， 所以不是任何阿猫阿狗他就可以随便进来的。所以大家在 School 里面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平安的，你不用担心说你的东西被全世界看见了这些人是 Melody 邀进来的，是 Melody approve 进来的，而不是说他随便就可以进来的。 Yeah, that's true. 我觉得 School is a great platform. 其实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是有很多的机会都是我们看起来是好的，但是仍然有的时候都还是会有一个害怕跟胆怯跟不幸在那里。所以回到这个不幸的一个问题，你会怎么鼓励一个人不要这个心怀二意？就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连一点点的这个叫什么怀疑，不是怀疑。雅各书第1章第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像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听起来有点严重。那可不可以请你们定义一下疑惑这个东西 ？Like 什么叫做疑惑？疑惑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把 school 推出来了，但我就听你好几次跟我说，妈妈一定没有人会上来的，没有人会转过来的，没有人的。But I could also easily just say I'm being realistic, or I don't know if I'm being realistic, or I am being pessimistic. But it's like I don't know. 那就什么是信心呢？你觉得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凭眼见吗？但你就怎么去帮助一个人？就是 I guess 这个信心的点很重要。Like 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信心，我不会因为觉得我很棒，或者我很聪明，我很怎么样，因为这个不带给我任何信心。非常好。但是我有没有信心神会要照顾我，或者要祝福我？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困难的点是，这到底是神还是我自己？很好。信心这个英文字叫做 faith，OK？、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信心叫做 confidence。 Right。 那 confidence 就是说 I know I can do it， I know I can do it。 所以那个 confidence 是根据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过去的智慧累积的出来的、然后你是 major， 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会成功或失败，如果会失败我就不要做， OK 就不要做。但这个就不是我们圣经上讲的信心。圣经上讲的信心说是我相信神会带领我，我没有这个智慧，我知道我做不到，那我就跟神求让他让我做。所以这个叫做又大又难的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我做得到的事情神没有 credit， 我做不到的可是成就了，你就知道说一定是神呀。那你这一生当中可能做了蛮多是你的 confidence 带着你做出来的事情， That's fine, that's good too， 那不是不好、OK。 但是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事情是你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你祷告，你知道你没有智慧，但是上帝把他的智慧给你，然后成就之后你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没有你我真的知道我做不到的。 You got the credit。 我跟你讲，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很多的人他们成就很大的事情，然后他们都得到很多的冠冕，然后他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冠冕拿下来说，主啊，这是你的荣耀，这是你的权柄，这是你的冠冕， It belongs to you, it's not mine。 没有你我做不到。刚刚 Melody 其实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有关于信心，到底信心是什么？是凭眼见吗？当然不是嘛。那就是看见嘛。所以信心是未见之事，没有看见的事情，但我却相信了。那这个是自己的感觉呢，又还是出于神呢？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目前我也在操练更多医治的信心。妈妈的这个眼睛。那什么叫做真正从神的里面得着信心？我觉得你是真的是要问神，这个 school 是不是神你要我做的呢？如果你真的有去问神，我觉得神有回答你，我觉得你真的就会有信心。但如果你常常做事都不问神，我就是凭我自己的感觉，或者是凭我的能力去做事情那就是你可能真的会胆子会越来越小，因为你要负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在箴言第8章里面有讲，他说日日在神这个门框旁等候仰望他的，这人就是有福的。什么叫做日日要在他的门框
旁等候仰望，就是你要常常的去问他，常常不管你做什么，你就去问嘛，你就问问神说，神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吗？你让我知道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系啊，你越是在有关系的当中，你常常去问，你就会知道那个是出于你还是出于神哦，或者出于其他人，或者者出于世界，是因为害怕这个世界或人家出于比给你的，较。哎呀，所以我觉评价得的确啊，就是 I think 现在的世界里面很容易比较，然后很容易会觉得要从世界里面获得一些小智慧 and stuff。但如果你是靠着这些东西去做很多决定，的确是不太会有什么信心啦，哎呀，或者自信 ，like no confidence and no faith，because 你就是从 ，but 如果你能够从神 or even from your own heart， 就是你花这时间去想 like no this is 这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或者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And I guess probably it's also worth saying like or worth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就是失败了又怎么样 ，right？ Yep， 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哦，我觉得啦 ，Melody 哈，你比较属于你里面比较多的这种叫做 perfectionism， 就是说完美主义，好，比我多一点。我觉得我哈，你应该是没有，我不是没有，我不是没有，我是比较不在乎失败。I'm willing to try. I'm willing to try. 而且我从小我就相信一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OK， 所以没有经过失败的，就像刚刚妈妈讲的少年负恶，那个少年负恶可能就是从小受过很多挫折失败的啊。那我是在失败中挫折中我一直去学啊，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但是你呢，比较是说你要 major， 就是说 Can I do it? Can I do it? I don't think I can do it. OK， 如果我做了没有那么好，我宁可不要做，我宁可不要跌倒，我要穿的衣服很干净啊，我不要弄脏啊，我不要那个啊。Anyway， 就是也许你们学艺术的人吧，因为像你们这种 performing art， 就是一次出去就是要 perfect 啊。那时候张伟跟我讲，他是钢琴博士嘛，啊，学演奏硕士，他说，在我们的这种演奏艺术人是不容许犯一次错误的。如果我在台上一直在台上如果弹错了或那个就不行，所以他要 prepare， 要到 perfect 他才能上台啊。你的 presentation 就是 one time， 但是对我而言，我是 engineer， 我们犯错那太多了那个 program 很少有人 99.99% 是写出来就 work 的。OK， 都要一直去改，一直去改，所以这个可能是性格，你可能是继承了妈妈的性格就是说你要 present 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要非常好的那我呢，就是说我是边走边学，所以 school 我才刚学，才拿到3天我就已经 publish， 我就说来 join。我的意思就是说 I'm willing to try and fail， 然后我也允许自己失败。那真的就是说很 embarrass， 我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呀。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性格上，我跟你之间性格上最大的不一样了。Yeah, I mean, I think it's like Mama said， 一个是性格，一个可能也是成长的环境 and other things, you know, like education, blah blah blah。但最终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对神哈，所以我常常也是跟爸爸祷告了。不管是天国经济也好，或者我们美乐蒂家庭也好，我们真的要常常要把它放在心上，去问神，这到底是不是你要我们做的？那要怎么做？神你要给我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有像这样子的一个询问神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叫做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我们真的才会有真实来的智慧和聪明。谢谢妈妈。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一些的收获。然后如果有共鸣的话，也可以留言，也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
美乐迪家庭 Melody Family School， 在那里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然后也可以留言，然后也可以写你们的代祷信啊，或者见证啊，以后我们会开课啊，我也会有每一个礼拜的在家敬拜直播，所以你们也可以跟我现场，然后也可以看回播。妈妈也有啊 Yeah，and then 妈妈每一天都给大家祝福哦。 Yeah， 主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而且我们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主啊，让我们体会神你深切爱我们的心，因为你对我们说，我们这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是你最喜悦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它是有不一样的 tier 跟 membership， 所以加入是完全免费的。如果希望可以有我们线上每月的直播跟 Zoom 线上面对面的这种的对话，那就是再加一层，然后也有另外一个 tier 是 VIP， 那这些我们都会在 Explore。 我希望大家考虑 VIP 哈，我自己觉得美乐蒂家庭神把这样子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也觉得在末世的时候，在家庭的这个 value 越来越式微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有使用我们美乐蒂家庭在家庭的山头的里面带出影响力。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当中对家庭你感觉到真的有一个负担的，愿意让有更多的人看见美好家庭的一个呈现，不是完美，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是完美啊，但是这样子如果能够对你的家庭，对你旁边的家庭能够有影响力的，我希望你能够来支持我们，好，加入我们 VIP， 帮助 Melody， 也帮助我们家庭啊，能够有产生更好的一些 program 出来，好，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许我们有更多的好的一个课程啊，能够帮助到家庭。所以我希望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支持家庭事工，让世界看见家庭的美好，鼓励你加入 VIP。 谢谢妈妈，谢谢大家， and we'll see you in our next video. Bye bye.